你的饭碗、房贷和钱包，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就被3个小男孩安排得明明白白。那时候的欧洲正像一颗熟透了、快要撑破皮的巨大甜瓜，表皮上是大英帝国和奥匈帝国流光溢彩的太平盛世，果肉里却爬满了资本的贪婪、机器的轰鸣和隐秘的怒火。3个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男孩，分别是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就坐在这颗危险的甜瓜上，吹着微风，喝着下午茶。他们一个是剑桥台阶上长大的骄傲神童，习惯了俯视众生；一个是曼彻斯特纺织厂里冷眼旁观的叛逆小子，听惯了底层的喘息；还有一个是在维也纳华丽废墟中苦寻瑰丽的沉思者，看透了帝国强撑的体面。大人们以为金币的碰撞声能永远掩盖火药的隐信，直到1914年那声清脆的枪响，这颗庞大的甜瓜轰然炸裂，汁水、泥泞和血水劈头盖脸地浇了3个年轻人一身。接下来我们一同了解这3个原本在温室里长大的大脑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撕裂。时间拨回1897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专喜庆典。那是大英帝国稳坐世界牌桌主位的黄金岁月，皇家海军的铁甲舰在4大洋上横冲直撞，硬生生用炮管子砸出了一个不列颠太平盛世。这不仅是兜里金币叮当响的硬气，更是骨子里的文化傲慢。英国的霸权是商船和纺织机的经济肌肉，更是剑桥和牛津书桌上的文化滤镜。就在维多利亚女王接受万邦朝贺的时候，凯恩斯14岁，拉斯基刚满4岁。而在欧洲大陆的另一端，那位统治了奥匈帝国大半个世纪的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正守着他那庞大却千疮百孔的帝国打瞌睡。2年后，哈耶克在维也纳的宫廷阴影下呱呱坠地。命运在19世纪末的棋盘上落下的这3颗棋子，有着截然不同的底色。先看凯恩斯，他降生在剑桥，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城，这是大英帝国智力和自信的造币厂。凯恩斯从小就在大学的青石板台阶上跑跳，呼吸的是象牙塔里纯粹的学术氧气，家里来往的都是满腹经纶的大脑袋。优渥的家境和无处不在的学术氛围，在他眼里，大英帝国这台机器严丝合缝，哪怕偶尔卡壳，只要有聪明人，比如他自己，拿着扳手去拧紧几颗螺丝，总能继续运转。这种从小浸泡在鼎盛国力里长出来的精英底色，让他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一种俯瞰众生的修补匠视角。如果说剑桥是大英帝国的大脑，那曼彻斯特就是他粗糙强悍的胃。这里没有修剪平整的草坪，只有刺鼻的煤烟、轰鸣的纺织机以及灰蒙蒙的天空。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这里迎头相撞，撞得火星四溅。从乡下和爱尔兰跑来谋生的年轻劳力，把淳朴的村庄习俗带进冰冷的厂房，却在日复一日的流水线上被机器碾碎。而那些踩着他们肩膀往上爬的新兴老板们，则用一船船的棉布垒起了帝国庞大的商业基石。拉斯基就长在这片喧嚣里，他的祖父是个从波兰跑来讨生活的移民，一路摸爬滚打，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混成了棉花出口型的大老板，生意网撒到了遥远的印度。按理说，作为这样一个商业帝国的富二代，拉斯基该是个合格的资本接班人，但他偏不。他每天听着账房里金币落地的脆响，眼睛却盯着车间里那些被榨干了汗水的劳工。几本乌托邦作家的书像一根根火柴，轻易点燃了这个年轻人的想象力。看着别人在约克郡山谷里搞什么理想主义的合作工厂试验，拉斯基的血液开始沸腾。在曼彻斯特的棉絮飞舞中，他不仅看到了财富的积累，更闻到了掠夺的血腥味。一颗反叛的火种就此种下，再把目光越过英吉利海峡，投向欧洲大陆的十字路口维也纳。1899年，当哈耶克在这里降生时，正赶上19世纪的最后一声叹息。奥匈帝国，一个行将崩溃的国度。哈耶克是个妥妥的学术世家子弟，父亲是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博士，家里的常客全是各路戴着厚底眼镜的学者。在这样一个被学术氛围严密包裹的温室里，学习就是天大的事，柴米油盐的琐碎根本吹不进这扇大门。但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复杂帝国里，多民族的裂痕用再华丽的建筑也填补不上。看着窗外那个强撑体面的庞大国家，哈耶克早早就对人为的强行捏合与控制产生了警惕。他成了一个安静的探索者，转而去那些幽深的学术迷宫里寻找自然生长不容篡改的客观秩序。在这2大帝国里，无论是大不列颠的磅礴海风，还是奥匈帝国的悠扬华尔兹，都为这3个大脑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保护伞，用不着为下一顿饭发愁。兜里富余的金币和书架上厚重的典籍，给他们垒起了坚固的安全感。艺术、音乐、戏剧，这些高级精神食粮像空气一样滋养着他们，催熟了他们的野心，也锚定了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精英坐标。然而大人们都在装睡，唯独时代醒着。就在这3个少年还在温室里拔节生长时，外面的世界早就变了天。资本主义那套冷冰冰的商业逻辑像一头巨兽，不仅踏平了德意志的诸多公国，趟过了中欧那些错综复杂的种族飞地，更顺着大英帝国的航线把触角伸向了全球。为了争夺地盘和利益，老牌帝国和后起之秀们在牌桌上红了眼，手里的火枪已经悄悄上了膛。而在更早的角落里，那个叫卡尔马克思的胡子大叔已经替那些被资本巨轮碾碎的底层人发出了沉重的怒吼。
凯恩斯出生的那一年，刚好是马克思闭上眼睛的时候，命运的交接棒就这么在历史的暗角里完成了传递，把被深埋的民族怨恨、飞速转动的工业齿轮、统治者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慢，再加上堆积如山的坚船利炮，通通倒进一口名为20世纪初的大锅里，用烈火猛炖。这锅汤终于在新世纪的第2个10年熬成了一锅致命的浓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没有前奏，没有预警，只有震耳欲聋的碎裂声。对大英帝国和奥匈帝国来说，这是一场摧枯拉朽的灭顶之灾；但对凯恩斯、拉斯基和哈耶克来说，这是一场成人礼。旧时代的余晖彻底熄灭，属于他们3个人的世纪博弈才刚刚开始。凯恩斯觉得，资本主义这台机器虽然四处漏油，但只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拿着扳手修一修、补一补，还能继续往前开。拉斯基冷笑一声，看着满地带血的齿轮，只想把破机器彻底砸烂，把铁皮和螺丝复分给那些被时代碾压的穷人。而哈耶克站在废墟旁连连摇头，他坚信任何人为强加的修理最终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只有敬畏那只看不见的手，让市场按自然的法则运转，才是人类唯一的生机。修补、推翻、敬畏，这不仅是3个男孩面对满地狼藉时的本能反应，更是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全人类都在苦苦解答的生存方程。从大萧条席卷全球的绝望，到罗斯福新政的狂飙突进，再到后来更宏大的冷战铁幕，20世纪每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底色全都是他们3人思想的近视肉搏。这3把被旧帝国余晖淬火的思想利剑，究竟是如何改变了世界的走向，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在暗中决定着你我钱包的厚度与社会的运转规则。这一系列视频给你答案。